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终于是穿上棉衣了，真的挺冷的。昨天我们是把3间木房1楼全部铺好了楼枕，那过2天把水电做好了之后，就可以铺木地板了。今天我们要开始给这个地下车库，盖烟的位置做一个硬化。现在要清理一些土，还有一些杂物。今天也叫了拖拉机送了4吨水泥，一起下去看一下。1410 4吨水泥，341吨，50块钱的运费。要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完，才能够把地下车库给清理出来，所以现在是乱七八糟的。这边的盖岩做硬化之前，需要把土清理一下，然后一些杂物都要清理出去。这边是那天打线胶剩下的一些分离土，我们全部倒在这边，也做了一个简单的硬化。那朋友们啊，你们觉得这个盖岩是凭着马路来做，还是要大概有个高低差10来公分左右？你们觉得哪种比较好呢？实际上这个问题，真的挺纠结的。如果有个高低差，那以后进村后面的人从这边开车并不是那么好走。但是如果不做这个高低差的话，基本上进村的一些比较重的车辆，全部都会往这边走。时间久而久之这个硬化的分离土可能就会破裂吧，到时候我们再重新来打分离土也显得很麻烦，所以说现在是挺纠结的。如果这边是有个10公分的高低差，一般师傅开车他就不会刻意的轮子压到我们的盖岩之上，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了。这边的土我们也清理了一层。这个转角的位置我们之前是留了1米左右，但是想了想，这个位置还是担心车子过路的时候会刮到我们的这根立柱，所以这边准备是留2个大石头，防止车子靠近我们的立柱，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对不对？实际上这么宽的路面也是完全够一些大车可以走了。毕竟我们修房子只是占用我们自己的地方。现在要把那根太阳能的电线杆给移上去了。这是一个实槽，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打糯米糍粑可以用的，一直都堆放在这边。这是邻居家的。实际上这边的盖岩还是挺宽的，硬化做好了之后，这边还是可以停车的。这根太阳能的电线杆在底部是有蓄电池的。这边以前是用4个大螺丝给拧紧的，这个时候我们要用角磨机把它切割了，然后把这根太阳能的电线杆给移上去。之前我们打院把的时候，在上面是做了一个基础，底部是做了一些钢板的预埋件。螺丝已经切开了，这个时候就要想办法给它搬上来了，还挺重的。这上面
是有一块太阳能板的，这根已经安装了好几年。之前我们在这边还亮着灯的，现在重新给它接了，不知道还亮不亮得起啊？射灯以后可以通过家里的电可以打开这个射灯的，当然这个太阳能灯也不影响，平时天黑了之后它自动会亮的。铝电池我们依然是不动，还是放在底下，从那边是接了一根线上来的。我们之前打院把的时候把这根线预买好了，接上来之后应该还是可以亮灯的。这个地下车库的盖岩所要用到的水泥砂浆也是很多的。前几天我们是拉了6方的基砂，今天又拉了4吨水泥。水泥肯定用不完，大概1吨多，接近2吨左右肯定要用的。因为整个盖岩有2个面，前面这个面有22米，这边是有最少有10米左右吧，都要做一个硬化。最宽的位置差不多2.5米，接近3米左右，最少也要10公分到12公分左右的厚度。
村里面也有很多老乡，经常来看我们做工，也给我们建议，干嘛当时候建这个地下车库，不直接全部按着我们的地形来做，意思也就是前面这面砖墙就不要用直角的，大概地是什么样的，基础就做什么样的，这样子的话把我们的地全部给利用起来。我考虑的还是尽可能的把道路留宽一些，这样子自己方便，大家也方便，你们说对不对呢？哦，你知道吗？你没这个吗？啊，这是真心。好的。现在要和点水泥砂浆，把这块位置给硬化了。今天这底下只有2个师傅了，其他的师傅在楼上砌砖，还有的师傅在运砖。这边之前我们已经是做过了1层硬化，但是没有多厚，现在再和点水泥砂浆，上面再做一个硬化。师傅他们还在底下和水泥砂浆，然后要把整个盖檐给硬化了。那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，今天终于可以看到太阳了，估计明天的天气就比较好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